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2月26日星期三，万象阵雨转多云。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外汇价格，今日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0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1基普，跌幅0.05%。今日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5.4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01基普，跌幅0.64%。今日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1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0.0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68.73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0.55点，跌幅0.05%。开盘1170.09点，最高1171.96点，最低1155点。成交量377700股，成交金额7亿1054万8千基普。昨日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60基普，交易量37万7300股。其次是马哈腾和浦西开发。昨日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60基普，交易额7亿0980万6千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047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6万基普，跌幅0.5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2月2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1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620基普，95号汽油每升300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副总理参加第2届东盟未来论坛。2月25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代表总理宋塞西潘敦率团赴越南河内，出席第2届东盟未来论坛。此次论坛由越南总理范明政主持，以建设一个紧密、包容和强韧的东盟，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为主题。东盟未来论坛是越南倡议举办的平台，旨在汇集政府、企业、青年及学者的意见，加强区域内外合作，推动东盟共同体未来发展。本届论坛聚焦应对全球挑战，抓住机遇，通过落实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进一步强化东盟在未来10年的韧性。沙伦塞贡马西在开幕式上致辞，对越南的倡议表示赞赏，强调论坛主题契合当前区域和全球形势。他指出，东盟需携手应对 AI 技术发展、数字化转型、气候变化、环境问题、粮食安全及经济挑战，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他重申老挝作为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以加强东盟连接与韧性为目标，致力于提升东盟整体实力，应对复杂挑战，迈向更紧密与包容的共同体。2. 老挝举办数字化时代绿色问题新闻报道研讨会。2月25日，老挝记者协会联合国际关怀组织老挝分会在万象皇冠广场酒店举办主题为数字化时代绿色问题新闻报道的研讨会。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副部长波西凯马尼翁，老挝记者协会主席萨万空拉兹蒙特里，国际关怀组织老挝负责人凯安彭苏万纳彭，以及欧盟代表、越南和泰国专家、全国媒体代表等约200人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波西凯马尼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媒体在信息传播中作用重大，数字化时代需秉持职业道德，全面筛选信息。研讨会旨在提升老挝记者利用数字化工具，如人工智能报道绿色议题的能力，帮助其高效制作、编辑新闻内容，精准传播环境相关信息。3. 万象塞塔尼县一栋豪华别墅发生火灾，致1人死亡。2月25日凌晨5时，万象市塞塔尼县帕考村发生一起住宅火灾，
火灾发生在31岁商人诺帕勒潘塔翁的2层别墅内。初步调查显示，火灾造成房屋烧毁，并导致一名31岁女性死亡，死者为屋主的妻子。知名网红威莱坎，他在2楼卧室内不幸遇难。消防部门派出5辆消防车及2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目前，火灾原因及具体损失仍在调查中。4. 第4届东盟劳动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2月25日，老挝劳动与社会福利部以东盟劳动监察委员会主席身份，在线召开了第4届东盟劳动监察委员会会议。会议由劳动管理司副司长乌多马尼本主持。本次会议重点讨论了2022到2030年东盟劳动监察委员会工作计划的实施进展，同时提供了成员国交流经验的平台。与会代表就劳动监察能力建设、偏远地区劳工监管、政策发展及挑战应对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旨在推动东盟区域内的劳动监察合作与发展。5. 沙湾拿吉举办大型稻草人展览会。2月24日，在沙湾拿吉省塞布里县农贸市场举行了2025年度大型稻草人展览暨商品展销会开幕式。此次活动是为了贯彻落实塞布里县党委全体会议的决议，旨在促进县内经济发展，推动民众商品交流与买卖。今年共展出4个大型稻草人作品，分别来自4个村庄：北纳瓦村的稻草鳄鱼、南纳瓦村的稻草水牛、康巴村的稻草鱼以及萨贡村的稻草乐器。展会现场共设有25个商铺。6. 占巴塞省红十字会向贫困家庭捐赠物资，并向2所学校捐赠鞋子。2月25日，占巴塞省红十字会在巴吞彭县开展了向贫困家庭捐赠物资以及向2所学校捐赠鞋子的活动。捐赠仪式由占巴塞省红十字会副主席普姆贾塞亚旺萨先生主持。此次捐赠的物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受益对象是西占托村、普莱老村、西蒙昆村和邦干村的19个贫困家庭，总价值4993万2000基普。同时，还向巴格通小学和东登中学捐赠了32双鞋子，价值6500多万基普。本次捐赠活动总价值达1亿1498万8000基普。7. 老挝中国文化中心举办茶和天下活动。2月24日，老挝中国文化中心成功举办了茶和天下文化交流活动，旨在通过茶文化加深中老2国的友谊与理解。活动吸引了众多嘉宾参与，包括老挝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李一平、老挝旅游协会副主席本贾马德以及中国广西梧州市工业发展局局长孙培恩等。活动中，来自中国梧州的茶艺师展示了精湛的茶艺表演，特别是广西特产六宝茶，因其独特的红色和浓郁的口感备受关注。孙培恩局长在活动中详细介绍了六宝茶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强调了茶文化在中老友谊中的重要作用。8. 老挝公安部为卡塞姆拉德医院举办灾害防控培训。老挝公安部打击与预防灾害局在卡塞姆拉德医院举办了一场灾害防控培训活动。此次活动由打击与预防灾害局宣传培训处处长帕特林通塞亚翁萨主持，卡塞姆拉德医院院长瓦塔纳帕里西及医院医生、护士和安保人员等共同参与。培训内容涵盖了灾害防控的基础知识、相关法律法规、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灾害管理和救援技巧。学员们还通过实际操作，模拟了医院火灾场景，学习如何疏散伤员并使用消防车及时扑灭火情。此次培训旨在提升医院工作人员的灾害防控能力，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的应对，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帕特林通塞亚翁萨处长在培训中强调，灾害防控工作对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至关重要。通过此次培训，参与者不仅掌握了灾害防控的基本知识，还增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为保障医院及患者的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明天见。